海城在过年的时候又下了一场雪。战义阳到达海城的时候，先在酒店窝上一天，休息好了，才带上杨叔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，临时租了一辆豪车使用，自己开着车带着一车的礼物去了杜家大宅。结果杜雨萌和他大姐还有几个堂妹一起旅游去了，战义阳连杜家的门都没有迈进去，送去的礼物也被杜先生拒收了。知道战义阳真正爱的狐狸其实就是自己的闺女后，杜先生就猜到战义阳很快会回来重新追求他的闺女。为了让战义阳扑个空，他极力游说女儿出去旅游。杜雨萌也想师傅以及众师兄姐妹了，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堂姐妹们去了师傅那里，跟一众师兄姐妹们协叙旧，好不热闹，哪里还会想起战义阳。战义阳一直到正月初10，杜氏集团年后开工的日子，身为副总裁的杜雨萌不能缺席新年开工大会，从国外回来，战义阳才能见到他。杜雨萌接到秘书的电话，得知战义阳想见他，倒是没有端着架子不见人，吩咐秘书让战义阳进来。战义阳买了一大束的玫瑰花，还有一套昂贵的漂亮珠宝，作为向杜雨萌道歉的礼物。他被玩得团团转，不知道狐狸和杜雨萌是同一个人，伤了杜雨萌的自尊心，他理应道歉。至于杜雨萌瞒着他的事，战义阳很大度地表示不会追究，敢追究老婆就没有了。数分钟后，战义阳一手抱着花束，提着装有红色锦盒的袋子，腾出一只手敲门。进来。杜雨萌清脆的声音传出来。战义阳推门而入，杜雨萌坐在半月形办公桌内，在他面前堆着很多文件等着他处理的。身为杜氏集团的副总裁，他也是很忙的，时不时还要化个妆出去溜一圈，就更加忙了。听到脚步声，杜雨萌抬头看向了走进来的战义阳，见战义阳抱着花束，提着一个精美的盒子，他放下了签字笔，顺手合上了文件夹，身子往后靠在黑色的转动椅上，美眸带笑，打趣着战义阳：今天吹什么风，又把战四少吹过来了？还是太阳打西边升起？他伤了他的自尊，他这样刺他2句，正常的很。战义阳不会放在心上，他厚着脸皮走过来，先将花束递到杜雨萌的面前：萌萌，这束花送给你，愿你每天貌美如花，心情如花般美丽。就算我不收这束花，我也貌美如花。战义阳笑，那是咱们萌萌就是貌美如花，国色天香，风华绝代，赛过西施。这张嘴像抹了蜜似的，甜死人。杜雨萌接过了他的那束花，看了看花束后，问他：战四少总有个理由吧？这突然给我送束花，送得我心慌慌的。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四少，按理说没有得罪四少的地方。还有，四少还是叫我杜小姐，不要叫我萌萌，咱们没有熟到那种地步，萌萌一般是我家里人才会叫的。战义阳的献殷勤，杜雨萌猜测他是从战奶奶那里问到了答案，要不就是他大哥告诉他的。杜雨萌知道战义阳对自己是真心的，他也不想太快接受战义阳，免得像上次那样，他心动了，他不心动，受伤的是他，吃亏的也会是他。爱情的国度里，谁先动心谁便输。他输了1次，不想再输第2次。哪怕他对战义阳还有情，杜雨萌也不想再处于被动，他要变成主动的那一个，让战义阳处于被动状态。杜小姐，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。道歉？歉从何来？战义阳将那套珠宝拿出来，放到杜雨萌的面前。杜小姐，数个月前，我先去追求你，在你动心了，又抽身离去，并说不爱你，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这束花以及这套珠宝，就是我赔礼道歉的。杜雨萌放下了花束，拿过了那个锦盒，当着战义阳的面，打开了锦盒，里面是一套红宝石首饰。他是识货之人，一看这套宝石首饰就猜到它价值不菲。战四少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是不敢收的。
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我早就放下。四少当初也赔过礼，道过歉，那是已经翻篇，不必再破费。杜雨萌猜测这套红宝石珠宝是战一阳从老太太那里讨来的，或者是他母亲那里要来。这么好的宝石，也就战家的女人们才会有，而且拥有挺多的。杜小姐，你不收下，我会觉得你不肯原谅我，我就会天天都来找你，向你赔礼道歉，那样反而烦着了杜小姐。战一阳脸皮还没有练得足够厚，他无法一下子就说出他知道他就是狐狸的事，想天天来找他，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烂理由、烂借口。这套红宝石珠宝，你是从战奶奶那里要来的？不是，我妈那里要来的。我妈有好几套这样的珠宝，我瞧着好看，也配你的皮肤，就跟我妈要了一套，当成赔礼。杜小姐，你收下吧。现在不收，以后也会让她收下。母亲的珠宝说好了是给她的儿媳妇们留着的，若是儿媳妇们能给她添个孙女，也给孙女分一点。不过二太太是不敢抱希望的，她自己为了拼个女儿，连生3个儿子呢。现在的年轻人一胎都不想生，哪肯再像他们那一辈人愿意生好几胎的。杜雨萌合上了盒子，将那套珠宝推回到战一阳的面前，严肃地道：战四少，我说我们的事已经翻篇，你不必再多此一举。他沉默地看着杜雨萌那张俏丽的脸，原来他的狐狸真正长这样，他的易容术真是高超，换个马甲变成了狐狸，跟杜雨萌一点都不像。他是做梦都想不到奶奶给他挑选的媳妇儿，竟然就是他怎么查都查不到真正身份的狐狸。用大哥的话说，是他太笨了，没有理解奶奶话里的深意，真怪不得他呀。杜雨萌和狐狸还有萌宝都不像，真的不像。四少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战一阳正想回答，杜雨萌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来电显示是母亲打来的，只得接听。妈，有事？他工作忙，上班时间一般不会接私人电话，除非是家里人打来的，那就是有急事。没有急事，父母都不会给他打电话。你这个周末有空吧？杜太太在电话里问着。怎么啦？你先说你有没有空，妈有件事要拜托你去办。杜雨萌说道。非要我去办的吗？不是非要我去的，妈找别人去，我周末约了客户。周末还见客户呀？咱们杜氏集团就这么缺生意吗？周末都不能休息。杜太太抱怨，女儿天天早出晚归的，有时候同住一屋檐下的她都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女儿。上午她起来时，女儿早就回了公司，晚上她睡着时，女儿才会回来。妈，你说说是什么事？我看看能不能安排一点时间帮你解决问题。被母亲抱怨了，杜雨萌也觉得自己有点不孝，平时很少会陪伴父母，母亲鲜少会让他帮忙，好不容易向他开了一次口，他还拒绝帮忙。妈就要用你1个上午的时间，我干儿子这个周末从国外回来，妈想让你去接机。妈的干儿子也是你的哥哥，你们很熟悉的。杜太太有个干儿子，也有个干女儿，分别是她2个好闺蜜的儿女。她的孩子，她的闺蜜也认作干女儿。杜雨萌有2个干妈呢。妈说的是向阳吗？听到向场这个名字像男人的，战一阳的耳朵当即就竖得长长的，如同兔耳朵。你就一个干哥哥，不是向阳还能是谁？那嫣姐回来吗？嫣姐是杜雨萌的干姐姐，3个人小时候是经常玩在一起，杜雨萌是最小的那个。向阳和嫣姐都疼她，让着她。向阳和嫣姐都是初中毕业后就被父母送到国外去读书，他们去了国外后，杜雨萌就很少能见到他们了。不过保持着电话联系，偶尔也会视频。很多时间，杜雨萌都是和嫣姐视频。嫣姐暗恋着向阳，向场把他当哥们呢，对杜雨萌也只有兄妹情。此刻听了母亲的话，杜雨萌眉心直跳。
怀疑母亲想乱点鸳鸯谱，要不就是想刺激一下战义阳，也是告诉战义阳，他杜雨萌不是非他不可的。他没有回来，就向阳回来。向阳被他公司安排回来的，负责他公司在国内的所有业务。杜太太笑道：“你和他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吧？你去接机，好好的聚一聚哦。他还单身哦。现在的他成熟沉稳，又帅气多金，与你非常般配。妈和你江姨都有结亲的想法，萌萌，你看看，要不要考虑考虑向阳？”妈想来想去，也就是他能和战家那个小子打成平手，不分伯仲的。但战家小子不爱你，向阳一直都疼爱你，对你很好，成为恋人应该很容易，若是能结婚，那就更好了。杜太太早就想和好闺蜜成为亲家，只是向阳长期在国外，鲜少回来。若是设和2个孩子，总要有一个人牺牲自己的工作。杜雨萌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工作，向阳是男人，事业心更重，就更加不会。双方父母只能罢休。没想到向阳因为工作调动，需要回国，还要长期待在国内，待在海城。闺蜜当即就打电话给她，跟她重提结亲的事。杜太太便想安排闺女去接机。阿姨，萌萌喜欢的人是我，你不要撮合他和别人了。战义阳厚着脸皮插了一句话。杜雨萌看他2眼，没说什么。电话那边的杜太太听到了战义阳的声音，她问女儿：“萌萌，战家那个臭小子又去找你了？年初4的时候他来了一次，你不在家，我们连家门都没有让他进的，之后就没有动静了。我还以为他走了呢，居然跑去公司找你。萌萌，那臭小子是什么意思吗？他是重新追求你吗？真的话，你更要给你向阳哥一个机会，让战义阳知道，只要你想，随时都能嫁一个比他好的男人。”战义阳，阿姨，我不臭。杜太太在电话哼着：“你就是臭小子，臭小子，欺负他的宝贝女儿的都是臭小子。妈，我周5才能回复你，有没有时间去接机？现在才周3呢，还早。妈，没其他事，我先挂电话。”杜雨萌很快就结束了与母亲的通话。战义阳问他：“阿姨给你介绍男朋友了，与你何干？”战义阳被他一句话噎得死死的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严格来说，与他何干？他和杜雨萌什么关系也没有。这本来是他的未婚妻啊，因为他的不知情，他亲手将未婚妻推离自己的身边。如今想追回未婚妻，怕是前路漫漫，充满刁难。你和他认识多久？奶奶教他们拱白菜的名言是不要脸，成为打不死的小强。战义阳厚着脸皮问下去，想打听清楚情敌的情况。刚才杜雨萌和母亲的通话，杜太太说的话，战义阳听了不少的。杜太太的意思就是要设合杜雨萌和那个像什么阳。我出生他就认识我了，向阳比他大，他出生向阳就认识他，说法没有毛病。我和杨哥认识了20-30年，感情非同一般，不过是手足情。向阳把他当亲妹妹来疼爱，他也当他是亲哥哥，2个人绝对没有男女之情。这些话杜雨萌没有说出来，看战义阳的架势，就是要重新追求他。用母亲的话说，总要让战义阳吃点苦头的，免得他不知道珍惜他。真以为他除了他战义阳就嫁不出去了吗？杨哥比我大了6岁，我妈说男人年纪大会疼人。战义阳马上接话，我也比你大，就是没有大6岁那么多。杜雨萌看着他，战义阳，你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这是打算重新追求我，不是说始终无法爱上我吗？还来招惹我做什么？战义阳哑口无言。杜雨萌见他被自己说的哑口无言了，心情大好，他故意凑近他，俏脸凑到了他的面前，与他四目相对，距离太近了，战义阳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清香味，有点熟悉，但不是百变狐狸身上的味道，
因为百变狐狸出现时都不用香，大概是怕被人通过闻香味认出他吧。是他以前追求杜雨萌时从他身上闻到的，还是？对了，是萌宝。他和萌宝近距离接触过，萌宝身上的香味和杜雨萌的一样，杜雨萌就是萌宝。战一阳肯定了一件事，不过他没有再问出来，就算问了，杜雨萌也不会承认的。如今他也不需要他承认了，用大哥的话说，他只要相信奶奶就行，在婚姻大事上，奶奶不会坑他的。奶奶明知道他爱的是百变狐狸，仍然让他重新追求杜雨萌，那就是奶奶给他的答案呀。战一阳觉得自己有时候也是笨了点儿，没有大哥那么通透，才会走了一大段弯路，还亲手将自己心爱的女人推离自己的身边。战一阳决定了，就听奶奶和大哥的，重新追求杜雨萌便是。两个人近距离的面对面，近到呼吸都交缠在一起。杜雨萌再次在心里感叹，这个男人咋能这么帅啊？是了，他们战家的男人都很帅，他哥哥们娶的老婆也很漂亮，长辈也是那样，他的父辈保养得特别好，现在都还能看出他们年轻时男俊女俏。因为基因好了，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就好。故而战家的9位少爷都是帅哥。杜雨萌想，战家9位少爷齐聚一堂，一起出门逛街的话，绝对会有很多人走路都撞柱子，顾着看帅哥嘛。很想摸摸他的脸。杜雨萌也就是心里想想，不会真的上手。战一阳，你是想重新追求我吗？你不是说你爱的人是那个叫狐狸的女孩子吗？她比我更适合你，你重新追求我，就不怕她知道了，你一点希望都没有？还是你奶奶逼着你过来的？其实你大可不必听你奶奶的，现在婚姻是自由，不是以前的父母之命。况且你父母也不管你的婚事，你喜欢谁就娶谁呗，不必听你奶奶的。他老人家的眼光是很好，但不是他娶妻，是你娶，你才知道谁更适合你。真的，你千万别委屈自己啊！婚姻可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你若和我在一起，又始终都无法爱上我，那咱们的一辈子多难过呀，是不是？说完，杜雨萌站直了身子，扭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。战一阳，你回去吧，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被你伤了一次，不会再跳进同一个坑里被你伤第2次的。还有，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狐狸小姐。萌宝姑娘，我是杜雨萌，杜家的2小姐。杜雨萌下了说客令，要战一阳离开。花束、珠宝你拿走吧，咱们的事早已经翻篇，不再需要你的赔礼道歉。杜雨萌将花束还给战一阳，一束花1套珠宝就想重新拿下它，没门。哪怕他真的是重新追求他，他也要好好考虑，哪怕他对他还有点感情。战一阳听到他和杜太太的电话，知道杜太太想撮合他和那个叫向阳的，他有情敌了。现在被赶，战一阳也不生气，更没有死皮赖脸的留下来。他起身说道，是我打扰了杜小姐，我知道你是杜雨萌，杜家的2小姐，也知道我在做什么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做后悔的事。杜小姐，你刚才问的对，我是要重新追求你，从今天开始我重新追求你，不管你对我是什么态度，我都接受。第1次他献出了他的真心，他却不接受，是他的错。这一次轮到他献出他的真心了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他，他也会坚持的。不是我奶奶逼我的，在儿孙的婚事上，我奶奶只逼过我大哥娶我大嫂，大哥那时特殊性，他们兄弟几个奶奶都是给1年时间，让他们先去培养感情，有了感情再结婚的，不会再要求他们像长兄长嫂那样闪婚。东西是我送给杜小姐的，杜小姐不喜欢的话就扔了吧，反正她是不会带走的。中午你很忙，可能没有时间一起吃饭，晚上吧，晚上我过来接你，我请你吃饭。战一阳说完，再说了句打扰了，便走了。
杜雨萌看着他走，等他走出了他的办公室，他才记起来，抄起那束花还有那个红色锦盒，追赶出去。战一阳，把你的东西拿走，那么贵重的珠宝，他才不想帮他保管。战一阳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杜雨萌停下脚步，嘴上嘀咕着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然后在秘书的注意下，抱着花束，拿着锦盒，若无其事地回到办公室里，然后将东西扔进了垃圾桶里，特意发到了朋友圈，只允许海童等几个人看，目的是让海童转告战一阳。他没有战一阳的微信，以前2个人加了微信的，后来战一阳说始终无法爱上他。他从管城回来后，便将战一阳自他的微信好友里删除。萌宝和狐狸这2个马甲，与战一阳接触时都没有互加微信。发了朋友圈后，杜雨萌再从垃圾桶里拿起那盒珠宝，那束花嘛，他看了看，转身就走。坐回办公桌，他翻开文件夹，看了一会儿文件后，终究是起身走过去，从垃圾桶里拿起了那束花。反正他发过朋友圈了，海童会告诉战一阳，他真的扔了他送过来的东西，东西重新拿出来又没有人知道。战一阳送来的那套珠宝过于珍贵，杜雨萌拿进了休息室里。他的休息室里有个保险柜，这套珠宝便被他锁进了保险柜里，花束则是随意放在待客区的茶几上。做完了这一切，他重新投入了工作中。母亲又发来信息，提醒他千万不要轻易答应战一阳，要让战一阳尝到追妻火葬场的滋味。杜雨萌收到母亲的信息后，好笑的回信息问母亲，我要留条后路吗？杜太太想都不想就答他，当然要留条后路，只要能你拿下那小子，以后就幸福了。妈看了那么多男孩子，还是觉得他最适合你的。自己当成女婿看待的年轻人，杜太太气过后，还是希望女儿能够拿下战一阳。杜雨萌笑了笑，没有再回复母亲。他心里有数，其实战一阳拒绝了他，他也没有多生气，因为战一阳爱的人还是他，只是战一阳被他蒙在鼓里，可以说是被他耍得团团转。而他在确定自己不爱杜雨萌时，就向他坦诚了，并且很果断地离开，不再打扰他，免得他陷得更深。这一点杜雨萌还是欣赏他的，知道他就是他奶奶帮他选好的妻子人选。杜雨萌是好奇战奶奶为什么会选中他，却又很庆幸，如果他不是战奶奶选中的人，他们有没有未来，杜雨萌不敢说，说不定也不会有机会认识呢。杜雨萌发的朋友圈，海童是看到了，不止他看到，商小飞还有沈小军都能看到。今天海童去了书店，沈小军还像以前那样喜欢看，他进货了一批新书，店里的那些他看了个遍吗？总要进货新书才有书可以看。收银台上放着些很普通的零食，瓜子、花生之类的。沈小军边嗑着瓜子边看他的。海童打电话给战一阳时，沈小军才抬头看向好友。老四，你在海城吧？战一阳答道，我是在海城。大嫂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给萌萌送了一束玫瑰花，还有一套珠宝？大嫂怎么知道的？战一阳在回酒店的路上还没有到酒店，奶奶是让他在海城买房，最好就能买在杜家的阁里，与杜家成为邻居。但是杜家的左邻右舍并没有人要卖房子的，顶多就是在离杜家不远的地方买一栋别墅，这样也能方便一点。只是他来海城的时间短，暂时还没有找好房子。车子他倒是看好了，交了定金，等着提车。目前就先租车用了。我看到萌萌发的朋友圈，我截图发给你。海童说完便挂了电话，转而将杜雨萌发的那条说说以及相片截图发给了战一阳。他提及杜雨萌的朋友圈，沈小军便去看杜雨萌的朋友圈。彤彤，你们家老四这是要吃回头草吗？沈小军眼里闪烁着八卦的光芒。
好久没有吃瓜了，日子过得太无聊。数个月前，战一阳可是说得清清楚楚的，他尝试了，努力了，都无法爱上杜雨萌。现在居然重新追求雨萌，是受了什么刺激？还是他的心上人也拒绝了他？然后看到你们成双成对的，加上战奶奶的催婚，他就吃回头草了。当雨萌是什么？他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吗？战一阳是海童的歌坊小叔子，沈小军都无法站在战一阳那一边。当初杜雨萌从海城追到管城来，还找上了海童帮忙，得到的是战一阳说他始终无法爱上他，向杜雨萌赔礼道歉了，还说他爱的是什么狐狸，狐狸精能好到哪里去？比得过杜雨萌吗？沈小军觉得战一阳脑袋被门夹了，但那是别人的事，他只是吃瓜群众。就是海童都不好多管闲事，因为海童也只是阁房的堂嫂而已，人家的父母都不管呢。海童这个阁房堂嫂能管什么？要不是现在听到海童打电话，沈小军都忘了战一阳和杜雨萌的感情纠葛，所以萌萌就将他的花束和珠宝都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海童放下了手机，随即压低声音告诉好友，杜雨萌其实有很多的马甲，其中一个就是百变狐狸，而我们家老四爱的人其实没有跳出去，还是杜雨萌，只不过是杜雨萌的马甲。还有上次过来的萌宝，就是银狐爷爷的徒弟，他也是杜雨萌。沈小军，可是雨萌和他们长得不像呀。百变狐狸我没见过，萌宝却是见了好几次的，还一起吃过饭，我觉得他和雨萌是两个人。海童说道，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了，要不他怎么会叫百变狐狸？就是变化多端，狡猾像狐狸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家苏南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。回头他就问问丈夫，有这么大的瓜，怎么不告诉他？自从认识苏南后，吃瓜总能吃到热乎的，也能吃到很多瓜。沈小军早就吃习惯了，近来却没有什么新鲜瓜，他无聊死了，只能又捧着看看，打发一下时间。以前看还有点想法，就是憧憬一下自己能成为里的女主角，人生如同开挂一样。如今她的人生真的像开挂一样，嫁给了苏南，生活的幸福美满。再看沈小军就真的是打发时间。海童好笑的道，你当苏南很闲吗？他很忙的，没有人让他去调查杜雨萌，他哪知道杜雨萌的那么多秘密？他要是时刻关注着杜雨萌，你还不得酸死？沈小军笑，好吧，老四没有向我家苏南求助过，有求助，苏南没有帮他，苏少主就更不用说了。奶奶都不说的事，他们敢说吗？海童说道，还是我们阿印猜到的，他跟我说，我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，后来旁敲侧击，从奶奶那里也得到证实。奶奶早就知道杜雨萌就是百变狐狸，也是萌宝，但他老人家没有说出来。他也觉得好无聊吗？想看看戏。沈小军哈哈的笑，就是没有戏好看，日子过得太无聊了。感谢战奶奶，咱们也能跟着看看戏。彤彤，以后你们家老四的事，你只要知道了就告诉我，我要吃新鲜热乎的瓜，我有瓜吃，还能少得了你？咱们是好姐妹，有福同享，有瓜同吃的。沈小军又是哈哈的笑，肚里的宝宝替他挤脚，提醒他不要笑得太放肆，影响他睡觉。战奶奶也是够坏的了，明知道老四走了弯路，被雨萌耍得团团转的，也不说，还让老四拒绝了雨萌。沈小军笑道，海童深有同感地道，得罪谁都不要得罪奶奶。还好奶奶是我的奶奶，婆家人她最喜欢的就是奶奶了，因为奶奶对她最好。她和战印闹矛盾，奶奶总是第一时间站在她这一边，等她能听得进劝了，奶奶才会和她讲道理，替战印说说话。那是战印的奶奶，却比她亲生奶奶还要像她的亲奶奶。你们要帮老四吗？沈小军问了句，怎么帮？那是追妻，没有人能帮得了。
海童说道，战印向来不爱管弟弟们的私事，只要他们不找他，他是什么都不想管的。用战印的话说，他只想管他的世界，他是最重要的。也是，咱们还是看着吧，除非老四求到你们面前，要你们去雨萌那里说说好话。我不会去说好话的，雨萌心里也有数，他可能会拿瞧，但不会让老四死了心。适当的时候，他就接受老四的追求，他们俩最后肯定会在一起，只是时间上超过了奶奶定的1年。海童也不想去帮战一阳说好话，战一阳自己无法感动杜雨萌的话，谁去说好话都没有用。杜雨萌又不是恋爱脑，他私底下和海童说过动心，不仅仅是战一阳的确优秀，但更多的是看中了战家的家风。沈小军想了想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你亲小叔子呢？老四是隔房的小叔子，你可以不管亲小叔子的事，总要关心关心吧。不行，我晚上回家要和苏南说说，让他稍微留意一下你那几个小叔子的事，太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追妻了。等我卸了货，海童，我要写你和你老公的故事，还有你老公的几个弟弟，战印兄弟9人，每个人写1篇，我都能写9篇了，有真实故事，有真实的原型人物，写起来也容易写，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，相信写出来后会受读者欢迎的。我要出版，我要成为言情销量大王。海童好笑地轻捏一下他的脸，你不是吃那碗饭的人，就不要做那个梦了。真以为写很容易？你看一本很快就能看完，但是写一本往往要花费几个月、1年半载，甚至是几年时间。你还是老实的当你的少奶奶吧，闲时就在这里看看书，或者去隔壁串门听听八卦，聊聊天。沈小军笑，我做家梦还不行呀？老六的情况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他和欧阳大小姐还在原地踏步。他热衷于做菜，可能沉迷着做菜，早就忘记了他去那边是做什么的了。沈小军再一次羡慕地道，你们家的男人都精于厨艺，随便一个提出来都是大厨。苏南烧菜也不难吃吧？还行吧，但比不得你家那位。000，海童的手机响了，他一看来电显示，赶紧拿起手机，对沈小军说了句，是幼儿园老师打来的电话。今年学校开学最早了，也是今天就开学。早上还是海童亲自送洋洋去的幼儿园。沈小军示意他快接听，可能是洋洋有事。还真是洋洋有点事，洋洋发烧了。老师帮他量了一下体温，38度，赶紧联系家长。年后，海玲又去了江城，交代过老师，洋洋有什么事联系海童，所以老师的电话就打到了海童这里来。我马上去接他回来。谢谢老师。老师嗯了一声，那你现在过来接他回去，带他去看医生，最近是很多小朋友感冒的。挂了电话后，海童对好友说道，我不能在这里陪你聊天了，得去幼儿园接洋洋回来。洋洋发烧了，最近几天晚上他总是踢被子，虽说他夫妻俩经常会去帮洋洋盖被子，却不是他一踢被子就知道的，所以洋洋多少都有点着凉。这几天气温回升了，有时候是挺热的，看我现在连外套都不用穿，白天气温20几度，太阳当空照时的确不想穿外套，热。你快去接洋洋，接回来通知家庭医生过来帮他瞧瞧，不算严重的话先不去医院，医院病人多，细菌多，容易交叉感染。战家的家庭医生医术也是很好的。海童拿来自己的包，将手机塞进了包里，挽起包，跟好友说了一声，就匆匆地赶往幼儿园接洋洋回来。去接洋洋的路上，他也通知了家庭医生等会过来。1个小时后，豪庭别墅区的大别墅里，不是战家的家庭医生帮洋洋看病，而是程玲玲。程玲玲是过来给宁云出复诊的复诊完，就过来找海童聚一聚。
恰好海童接了洋洋回来，便让程玲玲帮他瞧瞧了。到家后，海童重新帮洋洋量体温。几分钟后，他从洋洋的腋下拿出了体温计，自己先看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标得很快，都39度了。”老师打电话给他，他就去了幼儿园，接了人就回来，花费1个小时，1个小时体温就飙到了39度。我先帮他看看。程玲玲帮洋洋把脉，洋洋因为高烧，精神不好，歪在小姨的怀里，由着程阿姨帮他把脉，有点着凉，也有点炎症，喉咙红了，别给他吃太多热量大的东西。程玲玲说道：“他现在高烧了，家里备有儿童退烧药吧？先给他吃点退烧药，兼物理降温，这样退烧快一点。注意不要受凉，清淡饮食，很快就好的。”程玲玲都没有给洋洋开药，她说了洋洋的情况下，让站家的家庭医生给洋洋开药。家庭医生很细心，知道程医生是神医的传人，他依旧帮洋洋把脉检查一下，不敢大意，也不能大意。为医者对病人若是粗心大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管家已经去拿了家庭备用药箱过来，洋洋经常住在这里，自是备着儿童常用药，有退烧药。喂洋洋吃了点退烧药，又要他喝了1杯温开水。洋洋昏昏欲睡的窝在海童的怀里，说道：“小姨，我想睡觉。”“睡吧，小姨抱着你睡。”见家庭医生开好了药，他又说：“要不先吃了药再睡，睡醒就退烧了。”